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些人一辈子求神拜佛，跑断了腿，磕破了头，结果还是穷困潦倒，灾难不断。但另外一些人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拜，偏偏就是逢凶化吉，财运绵延。你说这公平不公平？我告诉你，这不是运气问题，这是命理问题，更是天道问题。老天爷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答案刻在你身上了。刻在哪里？就刻在你每天洗脸洗手都能看见的那双手掌心里。今天我就要带着各位把手掌摊开来，好好看一看，看看老天爷到底在你身上留了什么印记，看看你这辈子到底带着什么样的天赋和福报来到这个世间。我们一共要找6个印记，每一个都大有来头，每一个背后都藏着深深的天地智慧。你跟着我的思路往下走，看完你就知道那些让你害怕的体质，那些莫名其妙的直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坏事，那是老天爷给你最特别的礼物。很多人遇到自己第6感特别准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完了，我是不是撞邪了？或者走进庙里，走进深山老林，身体就不对劲了，打嗝、流泪、起鸡皮疙瘩。家里长辈一看就说，这孩子八字轻，被什么东西缠上了，赶紧去请道士做法。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花了冤枉钱，受了无谓的惊吓，最后还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我告诉你各位，这根本不是你中邪了，更不是你脑神经衰弱了，这是因为老天爷在造你的时候，给你的配备跟别人不一样。你天生就比别人多了一根天线，这根天线是无形，但它在你的肉体上有具体的形状，它就清清楚楚地刻在你的手掌心里。我们老祖宗把这些印记称为通灵文。今天我要教你找出藏在手掌心里的6个天命密码。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做坎卦。坎是什么意思？坎就是水。水这个东西在天地万物里最为奇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水是天下至柔之物，但它偏偏是最敏感。一点点微风吹过，水面就会起涟漪。天地间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微弱磁场，阴阳之气的波动，水都能第一时间感应到。坎卦告诉我们，水的特性不是刚强，而是感应。真正能感知天地变化的人，不是靠蛮力，靠的是内心的敏感和细腻。这和我们今天要讲的手相道理是完全吻合的。手掌上小指下方的区域，在相学里叫做水心丘，在中医经络和五行里，这个位置对应的正是人体的肾水。肾水主长、主静、主感应。一个人的肾水气足不足，直接决定了他对天地间微弱信息的感知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手掌上的纹路能够透露出一个人的灵性天赋。我们先来找第一个印记，把你的手掌摊开来，凑到灯光底下，仔细看看。先看手掌心中间那条代表脑部活动的智慧线。一般人的智慧线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虎口附近出发，顺顺平平地往手掌另一边走过去。这种人心思理智，按部就班，地球怎么转他就怎么过日子，是个标准的乖乖牌。但是有极少数的人，老天爷跟他开了个特别的玩笑。他的智慧线走到手掌中间的时候，突然往下垂，一直垂到小指正下方。手掌最底部的位置
形成一条又长又深的弧线。各位，你现在低头一看，如果发现自己手上正好有这条往下垂的掌纹路，那我要郑重地告诉你，这就是香学里标准的通灵纹。为什么这条线跑到小指下面就代表通灵呢？我前面说了，小指下方这个区域在五行里对应的是肾水，是天地间最敏感的感应系统。而你这条代表大脑神经的智慧线没有往常规方向发展，而是直接一头扎进了这个最敏感的水区。这代表你的大脑神经直接连通了天地间的感测器，你的接收频率被放大了无数倍，别人听不到的频率你听得到，别人感觉不到的磁场你一进去就浑身打颤。这就是通灵纹的威力。我以前在看诊的时候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妇人，我们就叫她陈妈妈。那天她儿子满脸愁容的把她扶进我诊所，陈妈妈整个人瘦巴巴的，眼眶底下黑青一大块，一看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她一坐下来眼泪就掉下来，拉着我的手说：先生，你救救我吧，我这几十年来晚上根本没法睡觉，只要闭上眼睛，耳边就有人在讲话，有时候像哭，有时候像笑。我儿子说我是老了，精神衰弱，产生幻听，非要带我去精神科挂号。先生，我真的没有疯啊！我看着他那张憔悴的脸，没有急着给他开药，让他把手伸出来。我低头一看，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掌心里，一条又深又长毫无杂纹的通灵纹，像一条沟渠一样，直接挂在手掌底部的水心丘上。我把他的手轻轻放下来，笑着说：陈妈妈，你把心放到肚子里，你这根本不是精神病，你这是天赋异禀。我来问你，你是不是从小就对艺术特别有天分？还有，你年轻的时候第六感是不是就特别强？你老公要是敢藏私房钱，你是不是连找都不用找，看他一眼，心里就有个声音告诉你钱藏在哪里？陈妈妈一听，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本来暗淡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激动地拍大腿说：先生，你是神仙吗？你怎么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年轻的时候在村里唱戏，那是出了名的。而且我这人直觉真的可怕，我老公只要动歪脑筋，我光听他咳嗽一声，就知道他心里打什么算盘。连我小孩在外面闯了祸还没回家，我心里就会莫名其妙的发慌，告诉他：陈妈妈，你手上这条深深的通灵纹，代表你的灵感强烈，反应比一般人快太多了。你的大脑就像一台高频率的收音机，随时随地都在接收天地间的讯息，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控制它，你的天线24小时都开着，没有关机的时候。白天接收活人的讯息，晚上天地安静了，你就开始接收那些杂乱的微弱电波，接收太多杂乱的讯息，你的脑神经没办法休息，所以才会天天睡不好。这哪里是吃镇定剂能解决的？吃药只会把身体吃坏。他儿子在旁边听得当场傻眼，赶紧问：那这该怎么办？我给他的建议非常简单：陈妈妈，从明天开始，管信佛信道，念经打坐都可以。有通灵纹的人是最容易也最应该亲近宗教修行的。为什么？因为宗教修行不管哪一门哪一派，最终的目的都是静心。每天早上起来念半小时的经，或者安静打坐20分钟，这就是在帮你
把脑袋里那根杂乱无章的收音机天线调到一个干净纯粹的频道上。当你的心定下来了，频道对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杂音自然就消失了。结果果然不出所料，陈妈妈回去之后，每天早晚跟着念心经还有大悲咒。不到半个月，他儿子特地跑来道谢，说他妈妈现在一觉睡到天亮，气色红润得了，连精神科的挂号费都省了。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不用药也能治大病。讲完了这条往下走的通灵文，各位别急着把手收回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更厉害更让人羡慕的纹路。通灵文是往下走，而我们现在要找的这条线是往上冲的，相学里叫它通天文。如果说通灵文只是让你感应天地间的磁场，那通天文可就不得了了，那是直接拉了一条专线跟老天爷连线。这纹路长在哪里？大家仔细找，手掌右下角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块鼓鼓的肉垫，这块肉垫在相学和风水里叫做月丘。月丘代表着神秘，代表着我们深层的潜意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来自祖先的阴德和冥冥之中的力量。如果在你的手上有一条清晰的曲线从这个月丘出发，不是往旁边斜，而是一路笔直向上，像一把利剑直接冲到中指的正下方。各位，这条线就是万中无一的通天文。中指是你5根手指里最长最挺拔的一根，它代表你自己，代表你这辈子人生的命运主轴。月丘那种神秘的来自祖上的力量，顺着这条线源源不绝的直接灌注到你的命运主轴里。这代表你不仅直觉极其强烈，常常能精准预知未来，更重要的是，你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坷，绝对有神灵在背后死死护着你。看通天文有个极大的学问，通天文长在左手和长在右手，含义天差地别。我们相学里讲，左手看先天，右手看后天。左手代表你投胎转世那一刻，老天爷给你的初始装备，代表你生下来自带的福报。如果你左手有通天文，我敢铁口直断地说，你这辈子的父辈、祖辈，或者你的前几世积累了非常大的阴德，可能他们以前在发生灾荒的时候开仓赈灾，或者造桥铺路，救了无数人的命。这种人出社会做事业，根本不需要像别人那样去拼得头破血流。你常常会遇到一些有头有脸的长辈贵人，无缘无故就跑出来拉你一把，或者你干脆就是顺理成章地接手上一辈传下来的庞大事业。你就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摘苹果，只要自己不败家不乱来，这辈子绝对衣食无忧，富贵荣华。这是你们家祖宗在天上显灵，实打实地保佑你。如果你看了看左手，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但偏偏右手有通天文，那我也要对你竖起大拇指，这也是了不得的硬骨头。右手代表后天，代表你自己这辈子流血流汗拼搏出来的命，这代表你一定会白手起家。这种人刚出社会的时候，可能一穷二白，口袋里连买个便当的钱都没有，吃尽了社会的苦头，甚至被人骗。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老天爷的眼睛是雪亮，他一直在天上默默看着你。你去做事业，哪怕运气不好，跌倒了3次，赔得血本无归，到了第4次，就在你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老天爷一定会派个意想不到的贵人来把你扶起来，你的事业绝对会绝处逢生，蒸蒸日上。为什么？因为你后天那种不屈不挠的气场，硬生生的打通了天机，你的努力和善良，老天爷全收到了，自然会给你巨大的回报。还有第三种情况，也就是最震撼的一种，双手都有通天文。各位，如果你现在低头一看，发现左手有这条线，右手居然也有一模一样的这条线，那请你给自己鞠个躬。在相学最深奥的典籍里记载，双手都有通天文的人，前世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大善人。你上辈子可能救死扶伤，舍己为人，累积了天大的功德，所以你这辈子投胎转世来到人间，是头顶带着一圈灵光来的。各路神明护法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身边庇佑着你。这种人这辈子在事业上必定有极大的作为，一生财运不断，不管遇到多大的凶险，最后一定能逢凶化吉。但是各位听到这里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刚好是这极少数双手都有通天文的人，我在这里要给你一个非常严肃甚至严厉的警告。老天爷给你这么好的命，给你配备这么强大的气场，是为了让你每天开着名车花天酒地吗？是为了让你高高在上欺负那些穷苦人家吗？绝对不是。老天爷是把你当作一个通道，借着你的手把你赚来的财富重新分配给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老天爷信任你，才把钱交给你保管。你如果有了钱就为富不仁，一毛不拔，甚至去压榨别人，我告诉你，这通天文上的灵气一旦被你的贪念散尽，老天爷收回成命的时候，你摔下来绝对会比任何人都惨，家破人亡都有可能。大家一定要把这4个字刻在心里，厚德载物，德行不够，老天爷给你的财富只会变成压死你的重担。讲完了通灵文和通天文，我们接着往下看。各位把手掌再次摊开，我们现在来找一个特别神秘的记号。你看，手掌心最上面那条往食指方向走的，叫做感情线，也就是相学里的天文，代表你的情感情绪。在它下面中间那条斜往手掌边缘走的，叫做智慧线，也就是人文，代表你的理智和逻辑。就在这2条线的中间，手掌心正中央这块凹下去的空地，我们中医和风水里管它叫做明堂。你现在仔细盯着你的明堂，看看里面有没有2条短短的细纹，刚好交叉在一起，变成一个清清楚楚的十字。各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秘十字纹。这个十字纹在我们老祖宗的心目中有着约定俗成的特殊内涵。为什么？你想想看，感情线代表情，智慧线代表理，而这个十字多不少，刚刚好架在情与理的中间，像一座桥梁，把它们完美的沟通起来了。拥有这个纹路的人，第六感极度强烈，而且具有非常可怕的预测功能，常常能未卜先知。更厉害的是，他们对玄学、命理、宗教的领悟力是一般人的10倍以上。为了让大家更明白这个十字纹的威力，我给大家讲一个相学行内流传很广、非常经典的真实故事。以前有个未婚的大姐，年纪也不小了，40好几了还没嫁人。在那个年代，这可是要被街坊邻居指指点点。有一天，她心里憋闷，就去庙口附近的街上散心。走着走着，
看到骑楼下摆着一个算命摊子，一个穿着唐装的算命先生正坐在那里摇着扇子。这大姐心里一动，就拉了张板凳坐下来，手一伸，句话也没讲，就冷冷地看着那算命先生，心想，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把刷子。那算命先生也不恼，放下扇子，低头一看他的手掌心，明堂正中央，一个清清楚楚又深又黑的十字纹刻在那里。算命先生心里瞬间有底，知道这女的直觉极强，而且命运正走到一个奇妙的转折点。他抬起头看着这位大姐，第一句话犹如平地一声雷，恭喜你啊，我看你怦然心动，快要结婚了。大姐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脸瞬间就红了。为什么？因为她最近刚好透过远方亲戚介绍，认识了一个对象，两人正偷偷摸摸准备谈婚论嫁。这次为了怕被邻居笑话，她瞒得死死，连亲妹妹都还不知道。这个素昧平生的算命先生居然一眼就看穿了，这下大姐彻底服气了，态度180度大转变，赶紧凑上前问大师，您真神了，那您帮我看看婚后的生活有没有波折，对方对我好不好？算命先生摸了摸胡子，笑了笑说，这位太太要答复这个问题，那你得交钱。大姐二话不说，立刻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递了过去。算命先生收了钱，才慢条斯理地拿起放大镜，指着他的手说，谈到将来啊，你这命里注定膝下会有4个白白胖胖的男丁。大姐一听，原本期待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眉头紧紧地揪着，一把就把手给抽了回去，冷冷地哼了一声说，大师，您前面说对了，但这回您可看走眼了。医生早就断定我子宫先天有问题，这辈子都不能生育了。您还说我有4个儿子，这不是胡扯骗钱吗？换作一般的算命先生，这时候可能就慌了，赶紧找借口圆谎。但这位老先生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连扇子都没拿起来，只是平静地说，你别急着生气，把手再给我看看。他拿着放大镜再次仔细看了看那个神秘十字纹旁边的纹路走向，然后抬起头，坦然地做出了一个结论，没错，医生说的对，你的身体状况确实生不出来，但老天爷的剧本不是这样写的，你命中就是有4个儿子。为什么？因为你要嫁的那个男人会带给你这4个孩子，你会成为这4个孩子的后母。大姐当场愣住了，嘴巴微张，心想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故事的结尾是什么？没过多久，她真的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早年丧妻的男人，而那个男人家里不偏不倚，正好带着4个还没成年的孩子。她这辈子虽然没有亲自怀胎10月，但确确实实成为了4个孩子的母亲，应了老天爷给的命数。这就是神秘十字纹的威力，它代表了一种超越常规逻辑的宿命感，以及极其可怕的预知力。如果你手上有这个纹路，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它往往能帮你避开很多不必要的灾祸。好，我们再来找另一个更刺激也更让人心惊胆跳的纹路。大家把目光移回到刚才说过的小指下方靠近手腕的月丘，如果在月丘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几条清晰的短线，刚好交织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纹路，相学上就叫它月丘三角纹。如果说神秘十字纹是直觉的象征，那月丘三角纹代表你的想象力简直天马行空。更关键的是，
对于神鬼灵异，甚至另外一个维度的事情，也是无师自通。我们民间常说，有些人八字轻，或者运气比较衰的时候，容易看到鬼。其实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八字的问题。如果你去看他们的手相，十有八九，他们的月丘就出现了这个三角纹，和这种人在一起，你简直会觉得什么叫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你们一起去爬山，或者走进一间老房子，他可能突然就停下来，脸色发白，一会儿说这个角落有人在盯着他看，一会儿说自己起了体，浑身发抖。旁边的人往往会觉得，哎呀，你这人神经病啊，大白天的哪里有鬼？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们，站在玄学和气场的角度，他可能真的没有骗你。为什么？因为月丘本来就主管着深层的潜意识和玄界的力量。当这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三角纹，就像是在你的手掌心里硬生生的开了一个阴阳眼，他大脑接收的频率跟我们常人是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一面白墙，他接收到的可能是这面墙上残留的阴性磁场。所以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手上刚好有这个月丘三角纹，而且经常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感应困扰，我在这里教你一招，不用花半毛钱，4个字，正心诚意。那些阴邪的东西最怕什么？最怕阳刚之气。你不要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阴暗的房间里胡思乱想，多出去晒晒太阳，早上9点到11点的太阳，那是纯阳之气，多去吸收，多去公园跑步运动，把身体里的汗逼出来，把气血和阳气提上来。当你身体阳气充足，行得正，坐得端，心里没有杂念的时候，你的周围就会形成一个正能量的防护罩，那些阴邪的东西自然就靠近不了。你这三角纹带给你的敏感，就会转化成敏锐的观察力，而不是用来吓唬自己的工具。讲到这里，前面说的通灵、直觉、预知未来，那都还是老天爷给你的软实力。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的这2种纹路，才是真正的重头戏。为什么？因为这2样东西，一个跟钱有关，一个跟你的命有关。我们先来聊聊钱。很多人这辈子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求财。为了求个发财的数字，有的人半夜3更跑去庙里拜拜，甚至去拜树头、石头，跑断了腿，磕破了头，最后一点用没有。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世上偏偏就有那么一种人，他根本不求神拜佛，也不去算什么概率，他可能只是坐在客厅看电视，打着哈欠的空档，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声，毫无预警的跳出了一组数字。他随手拿着零钱去巷口买了1张，结果隔天看中了，而且还是大奖。这到底是什么原理？难道真的是祖上积德吗？各位，现在把手掌摊开，我们来看手掌最下方正中央，紧紧贴着手腕线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在相学的八卦方位里称之为地丘。地丘代表着大地，也代表着深埋在地底下，属于阴界的力量。如果在你的地丘上出现了非常奇特的3条短纹，这3条线刚好交汇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一把3叉戟，那你这辈子的财运可就太特别、太诡异了。这个纹路在正统相学上有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名字，叫做地丘3叉纹。你的地丘开了叉，就像是在手掌心里硬生生插了一根通往阴界的秘密通道。所以你脑子里突然跳出来的那些中奖号码，你无意间投资赚到的那些暴利，根本不是你自己算出来的，那是底下的阴界灵体顺着这个通道
把财富硬塞给你的。这种财，我们在玄学上称之为阴财。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高兴地跳起来，先生，那我手上刚好有这个三叉纹，我是不是以后都不用工作，天天等着阴兵给我送钱就好了？如果你敢这么想，我今天必须要在这里非常严肃、非常严厉地警告你，易经里讲究阴阳平衡，老祖宗也常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阴界的钱带着极重的阴寒之气，你一个大活人，阳间的人，如果毫无顾忌地把这笔钱全部吞进肚子里，拿去买豪车、买别墅，天天吃香喝辣，我告诉你，这阴财是会严重伤害你身上的阳气。阳气受伤会发生什么事？你可能今天刚中了5000万，下个月去医院检查，突然就查出长了恶性肿瘤，或者你刚换了台新跑车，开出去不到1个礼拜，莫名其妙就出了严重车祸，把命给赔进去了。这在命理界叫做有命赚，没命花。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这个三叉纹，并且真的因为直觉发了一笔偏财，千叮咛万嘱咐，你拿到这笔钱的第一件事，千万不要张扬，绝对必须拿出一大部分去布施，去捐给孤儿院、养老院，去帮助那些穷困潦倒的弱势群体。你只有把这个带着阴气的阴财，透过做善事转化成救人的善缘和阳气，这笔钱上面的煞气才会被彻底洗干净，剩下的钱你才能安安稳稳、平平安安的留给家人花。听懂了吗？这叫破财消灾，更是积阴德。讲完了地球的财运密码，我们把心情平复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世界上最让人不可思议，连阎罗王都拿他没办法的一种人，俗称的九命怪猫。你们看新闻常常会看到这种离奇的车祸，一台大卡车连环追撞，几台小轿车被挤得像废铁一样，旁边的人看了都说这车里的人肯定没救了。结果消防员用破坏工具把车门剪开，里面驾驶座上的那个人竟然拍拍屁股，抖抖身上的玻璃渣，自己走出来了，全身上下连一根骨头都没断，别人非死即伤的劫难，他一点事都没有。这种人为什么命这么硬？告诉你们，这种人的手上绝对隐藏着一个极其罕见，老天爷亲自给他盖章的印记，这就是生命线上的紧致纹或者方格纹。大家现在来看你们手上的生命线，就是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出发，绕着大拇指根部往下画一个大半圆的那条线。我要讲一个我亲自看过的真实案例，大概是10几年前，有一位50多岁的大姐，穿着打扮很朴素，来到我的诊所。我让她把手伸出来，拿着放大镜，顺着她的生命线往下看。看着看着，我的眉头就皱起来了。我指着她手掌下方靠近手腕，那个在八卦里属于坎位的地方说，大姐，你这条生命线走到坎位偏上一点的地方，突然啪的一下完全断裂了，中间空了一大截。在相学里，生命线突然中断，而且没有细纹连接着，这可是大凶之兆啊，代表着生死大劫。一般人走到这个流年，基本上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直接去地府报道了。但是我接着仔细一看，发现了一个奇观，在他那条断裂的生命线外面，居然有4条细细的纹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方格纹，看起来就像一个井字，不偏不倚的把那段断掉的生命线完完整整的包裹了起来。
这在相学上叫做棺木纹，看起来就像一口无形的棺材，把断掉的生命线框住了。我放下放大镜，抬起头看着这位大姐，语气非常坚定地告诉她，大姐，从流年来推算，这个断裂的位置刚好是你18岁前后。按照常理，生命线断成这样，你绝对活不成，早该在18岁那年就走了。可是你现在50岁了，还好端端地坐在我面前，这只说明一件事，你18岁那一年确确实实死过一次，然后又奇迹般的活过来了。那位大姐一听这话，眼眶瞬间就红了，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她激动的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先生，您简直是活神仙，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她边哭边跟我讲了当年的故事。她说她18岁那年在乡下，突然得了一场怪病，连着发高烧，送到镇上的诊所也看不好。到了第7天晚上，她突然两眼一翻，连呼吸和心跳都没了。当时乡下医疗不发达，家里的老人家一看摸不到脉搏，全家哭成一团，连夜把放在后院的传统实木棺材都抬进了大厅，准备天一亮就给他办后事。就在这个节骨眼，天刚蒙蒙亮，门外突然来了个背着药箱的老中医，讨口水喝，听到屋里哭声震天，就走进去看了看躺在木板上的这位大姐。那老中医抓起她的手看了一眼，突然大喝一声，别哭，这女娃没死，这是假死。说完他二话不说，从药箱里掏出几根长长的银针，对着大姐身上几个大穴位就狠狠扎了下去。不到一盏茶的时间，本来已经死透了的大姐突然猛地咳嗽了一声，吐出一大口黑黑的浓痰，居然真的奇迹般的喘过气来，从鬼门关里被硬生生的抢了回来。各位听到了吗？这个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这就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事。你们想想看，那个老中医为什么敢对一个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人下针？因为那个老中医懂相学，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位大姐手上那个把生命线包裹起来的棺木方格纹。生命线断裂代表生死大劫，这是命中注定，逃不掉的。但外面包着这个方格，代表老天爷觉得你命不该绝，特地给你套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防护罩，把你硬生生的保住了。这就是九命怪猫的由来。如果你手上有这个紧致纹包住断裂的生命线，那你这辈子不管遇到多可怕的意外，多严重的疾病，最后关头定会有奇迹出现。逢凶化吉，借着这个机会，我要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颠覆很多坊间手相书的独家观念。现在市面上很多看手相的书都告诉你，生命线越长，寿命就越长，生命线短，寿命就短。很多人看着自己的生命线不够长，吓得整天提心吊胆。我告诉你们，那些都是一知半解的胡说八道。看生命线，你不能只看它表面有多长，你要把它看成是一棵参天大树，靠近食指和大拇指上方的那个区域是这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叶，而真正的树根在下面靠近手腕的地方。手腕线这个位置在易经八卦里，左边属于坎位，代表水，右边属于艮位，代表山，代表土。万物生长靠什么？有土有水，这棵树的生命力才会强悍。你这条生命线，这棵大树的根，如果能深深的往下扎进坎位的水里，扎进艮位的土里，甚至直接穿过你的第一条手腕线，这代表你的生命力强悍无比，底气十足。我这几十年来看过无数的人
亲自观察过10多位100岁以上走路还健步如飞的人瑞，仔细看过他们的手，他们的生命线不见得特别粗，但是每一位的生命线底部全部都像老树盘根一样，又深又长，清清楚楚地突破了手掌的边界，扎进了第一道手腕线。所以看寿命长短，不要只看长度，你要看它的根扎得深不深，根深才能叶茂，底气足。阎罗王来了都请不动你。我们活在这世上，虽然我常常劝大家要修行向善，要看淡物欲，但是各位摸着良心说，柴米油盐酱醋茶，生病看医生，逢年过节包红包，这人间烟火里，哪一样不需要钱？哪一样不需要平安？老天爷是非常公平的，他在给你强大灵力的同时，如果还特别给你配备了护身符和专属财库，那你这辈子可就是妥妥地来人间享福，来做大事的了。来，各位，现在请把你们的双手放下，单独把大拇指伸出来举到眼前。你看，大拇指的第一个关节，也就是最上面那一节指甲跟下面那一节肉连接的那个关节处，一般人这个关节处的纹路就是1条或者2条平行的横线，但是有极少数的人，他这个关节处的纹路非常特别，它不是平行，而是有3条纹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2头尖尖，中间椭圆的形状。你猛一看，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微闭着的眼睛，静静地长在你的大拇指关节上。如果你手上有这个形状，我要在这里恭喜你，这个印记在香学里大有来头，它叫做佛眼，坊间也有人叫它夫子眼或者凤眼。古书上说，手握佛眼，灵气逼人，有佛眼的人从小就特别聪明，读书不管怎么玩，成绩就是比别人好。长大出了社会，做事特别稳当，绝对不干那种没把握的糊涂事。更重要的是，这代表了你是一个对天地间灵力感知能力极其敏锐的人。你身上等于自带了一个老天爷发给你的高阶雷达防护罩，尤其是如果你刚好是左手大拇指上有这样一个佛眼，那这就能够说明你是一个直觉神准，甚至能在危急时刻趋吉避凶的人。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朋友身上的真人真事。我有一个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们就叫他林董吧。林董是白手起家做传统贸易的，打拼了大半辈子，手上有着不少积蓄。他左手大拇指上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纹路极深的佛眼。有一年，林董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号称从海外回来的投资大老板，对方西装笔挺，出入都是名车代步，拿出来的投资计划书写得天花乱坠，说是投资一个什么稳赚不赔的新能源项目。林董听了很心动，前后后跟对方吃了好几次饭，考察了所谓的办公室，觉得万无一失，决定砸下1000万现金参与投资。到了准备签约的那天早上，林董坐在客厅沙发上喝茶，等着司机来接他去签约。突然之间，他左手大拇指那个佛眼的位置开始不受控制的狂跳，不是那种轻微的肌肉抽搐，是跳得非常厉害，连带着整个大拇指的关节都开始发热发烫。林董跟我说，那一瞬间他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极度强烈的不安感，就像是有人在他耳边敲警钟一样，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这在一向沉稳的林董身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他看着自己狂跳的大拇指，脑子里突然闪过我以前跟他说过的话：佛眼若跳，必有蹊跷。林董也是个狠角色，当机立断，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对方，推脱说自己突然血压飙高，进了急诊室，今天的约绝对签不了了。对方在电话那头急着跳脚，各种威逼利诱，林董就是咬死不松口，最后干脆把电话给关机了。结果怎么样？各位乡亲朋友，到半个月的时间，晚间新闻就爆料出来了。那家所谓的海外投资公司根本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空壳诈骗集团。那个穿西装的大老板当天晚上就卷款潜逃，连夜搭飞机跑了。好几个跟他一起去看过项目的几千万的养老金全部扑了空，血本无归。有人还因此气得中风住院。林董看着电视新闻，吓得起了一身冷汗，摸着自己左手大拇指上的佛眼，直呼老天爷保佑，真的是老天爷保佑啊！各位，这就是佛眼作用，它就像是你灵魂深处的警报器，能在那些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潮汹涌的危险发生之前，硬生生的把你给拉住，让你趋吉避凶。好，讲完了保命的护身符，最后我们来找找老天爷把你的钱藏在哪里了。在相学里，赚钱是一回事，能不能把钱存下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这辈子赚的钱像流水一样多，可是到了晚年看存折，空空如也，这叫有财无库。你的财库在哪里？请大家把目光移到小指头根部这块鼓起来的肉垫。前面我们说过，这地方叫水心丘，水代表财，所以这里就是你的专属财库。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水心丘，发现上面有直直往下走短短数线，恭喜你，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财运线。看财运线，我们不看长度，我们看什么？看它深不深，直不直。我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想象方法，老天爷给你下了一场叫做金钱的大雨，财水落下来，你要怎么接？你得有水沟啊。这条财运线就是你手掌心里的财水沟。如果你的财运线比较深，比较直，中间没有断断续续，也没有被其他杂纹切断，这代表你的财库像是一条又深又直、清淤的非常干净的大水沟。财水一旦流进来，畅通无阻，稳稳当当地存进你的财库里。这种人理财观念极佳，赚1分能存下8分，晚年绝对不缺钱花。更厉害的是什么？有的人不止条财运线，他有2条甚至3条财运线，整整齐齐的排在一起。大哥大姐，如果你手上有这种并排的财运线，这代表的你这辈子绝对是大富大贵的命格，这叫多管齐下，财源广进。这代表你不仅本业能赚钱，还有源源不绝的副业收入。可能你白天在公司当主管，晚上你投资的房地产还在帮你收租，甚至你随便买只股票，都能逢低买进，逢高卖出。老天爷给你开了只一条水沟，四面八方的财水全都往你家里灌，你说你怎么可能不发财？反过来看，那些有好纹路却不知道珍惜的人，最后是什么下场？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手上长满了通天纹，长满了财运线，但是天天算计别人，为富不仁，满肚子坏水。结果呢，老天爷迟早有一天把他的福报全部收走。
好手相也跟着消失，这就叫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有一个我认识的老板，手上的财运线深得不得了，按理说这辈子应该是大富大贵的命格，但是他发了财之后，开始压榨员工，欺负供应商，甚至去放高利贷，坑害穷苦人家。结果不到10年时间，家里出了3件大事，儿子出了严重车祸，老婆得了重病，他自己又被合伙人卷走了所有的积蓄。我再去看他的手，那条原本深深的财运线已经变得断断续续，杂纹横生。这就是易经里讲的损卦道理。损者，益之基也。你以为在损别人，其实是在损自己，天道轮回，一分一毫都不会差。各位，今天我陪你们聊了这么久，讲了这么多玄妙的纹路，讲到这时候，肯定有些人一边看自己的手，一边叹着气说：哎呀，你讲了这么多好东西，可是我看了半天，我这双手上光秃秃的，什么好纹路都没有，连条财运线都看不清楚，我是不是这辈子都没救了？是不是注定要苦命一辈子啊？大家听好，易经能帮你指点迷津，却不能代替你走路。手相能看出你先天的过去，却绝对不能完全决定你后天的未来。我们老祖宗在相学里留下来一句最至高无上，也是最核心的至理名言，你们一定要时时记住：有心无相，相由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就算你手上长满了通天纹，长满了财运线，但如果你这个人天天算计别人，为富不仁，满肚子坏水，老天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的福报全部收走，你的好手相也会跟着消失。这就叫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反过来，哪怕你现在手上什么好纹路都没有，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你愿意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你坚持着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信念去帮助别人，哪怕只是顺手扶老人家过马路，或者给流浪狗一口饭吃，只要你心存善念，你的手相、你的面相，还有你身上的气场，是绝对会慢慢改变的。好纹路会自己长出来，这就叫有心无相，相由心生。那些好纹路通通没有的人，我常说不要紧，从今天开始，给你3条可以马上去做的事情。第一条，每天早上起来，管多忙，先安静坐5分钟，不要看手机，不要想工作，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这5分钟就是在帮你调整你身上的气场。你的气场对了，你的磁场对了，好的人和好的机会才会往你身边靠。第二条，每个月拿出你收入的一部分，不需要多，哪怕只是一点点，去做一件善事，可以捐给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去老人院探望老人，可以帮邻居的孩子补习功课，不拘形式，不拘金额。易经里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话不是迷信，这是天道规律。你每做一件善事，就是在你的手掌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早晚会长出好纹路来。第3条，从今天开始，管住你的嘴巴，不说别人的坏话，不传是非，不把别人的痛处拿来当笑话讲。你可能觉得这跟手相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论语里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一个人说话的方式
直接反映了他内心的气场。你嘴巴里天天说的是感恩，是祝福，是善意，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是温暖的、明亮的，这种气场会吸引好的人、好的事、好的机会来到你的身边。久而久之，你的面相会变，你的手相会变，你的命运也会变。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观察总结出来的天道规律。世界上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你的手上，也不在什么深山老林里。最好的风水就是你的人心，就是你的善良。老天爷的眼睛是最雪亮的，他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善良的人。心善就是你最强大的天线，心善就是你最厉害的佛眼，心善就是你手掌心里最深最直的财运线。易经飞系辞里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你今天种下的每一颗善念，都是在给你未来的命运打地基。地基打得越深越稳，你这棵大树就长得越高越茂盛。命由心造，福自己求。这话不是我发明的，这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用无数人的命运印证出来的铁律。愿各位从今天起，管住嘴巴，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相信我，只要你用心去做，3年之后再来看你的手相，再来看你的面相，再来看你周围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那些通天文，那些佛眼，那些财运线，不是求来的，是修出来的。你修住了你的心，修住了你的德，你的命自然就来了。愿各位都能从今天起心存善念，言出善语，身行善事，平安喜乐，福报绵延。